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姬儿。所有女生听我说，谋爱之前先谋生，爱人之前先爱己哦。哇，把爱情的激情变成面对生活的勇气，你的人生才会变好。相爱呢，其实就是相互服软，希望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为你服软的人。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我觉得要想爱情过得好，打开电视看爱宝。好，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求助的3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57岁，来自辽宁，退休；申女士54岁，来自辽宁，退休。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他老了，真是越活越叛逆，总是跟我对着干，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不是我跟他对着干，而是他控制欲太强，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在外边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我真的和他过不下去了。他现在赌气搬到儿子那去住，就是要和我分居。我都被他压迫一辈子了，我不想老了还过这样的生活。我要我的自由，有错吗？要翻身了是吗？要翻身哦，要翻身啊！您这打算分几步翻身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也得差不多分几步吧，赶着说吧，就是说，我就想争取我的自由啊！不是你这都怯生生的，你声音大一点，我要翻身，我要亢奋。怎么您就半辈子都忍了，突然就想翻身了呢？因为是啥呢？我们在结婚以后吧，我的家庭条件挺困难的，那属于矿山。以前在地面单位呢，挣的挺少的。后来之后，我就是下井去当了井下工人。井下工作也挺危险，但是收入呢还是挺可观的。这不是干了将近20年吧，我就是退休了。我本想着这回退休了，是不是应该过上是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就是幻想了很久，是吗？没成想幸福生活没得到，现在得到呢，天天的被他的呵斥。激动了，看到没？我因为什么跟他吵啊？人家都有那么一句话，说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我儿子还没娶媳妇呢。我儿子今年30岁了，不没有对象。你说我这当母亲的着急不？我就想让他赶紧成家立业算了。你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要车有车，要房有房，就差个对象了。我就相中他班上有个小张，今年26岁，1.7米的个儿，特别稳当。我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李呀，你去跟小张提这门亲，是不是？撮合2个孩子。”他天天没事让我去撮合去，我咋撮合？人家不同意，我哪有面子啊？说是不管，其实你这才背着我干啥事儿了？背着我以给儿子找对象的为理由，跟一个女的聊上了，聊暧昧。我跟谁聊了？跟谁聊了？我有一天我从卫生间出来哈，我就看着搁沙发上拿着手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以为他看视频呢。我说老李呀，你看啥视频呢？给你开心这样，让我看看。没有啊！我一看不对劲儿，我一把我就把他手机抢过来了，一打开一看。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一个美女叫荷花，聊上了2个人。聊的内容是啥呢？哎，对了，没啥，就是说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让他给我儿子介绍对象嘛。不是，你别狡辩了。不是，我告诉你们聊啥了啊？一开始是聊的介绍对象的事儿，但是后来就不是了。后来说的，大哥呀，吃饭没呀？他说这话说的，几点下来呀？几点去呀？干啥去呀？我们约好了介绍2个朋友在一起聚一聚，那怎么的？有错吗？你别不承认，你明明就是和人家聊暧昧啊！栽赃陷害！你跟荷花，你老实交代，你跟那个荷花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多长时间了？别跟我说我多长时间，我跟荷花俺们是打麻将时认识的，我让他给我儿子介绍对象。哎，大哥，我听着是你让荷花给你介绍别的朋友，你是让给自己相亲还是给儿子相亲？这个之前，完了我就说你给我儿子介绍对象嘛。真的时间长了，荷花说没有这个相当的人，我说那你的朋友啥的给我引荐一下子，这不是也多个朋友多条路吗？刚才说到打麻将认识的，您是特别爱打麻将吗？一提打麻将哈，我这心脏不大好，就是搁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儿。他年轻的时候吧，他就爱打麻将，毕竟有工作牵扯着，有时有色的。现在可倒好，打麻将成他的活了。这就打麻将我就自由了啊！
承认了吧？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那次中午吧，是回来吃饭了，到时候晚上呢，到点了，哎呀，我说今天咋没回来呢？当时我没生气，我就想没回来，我就给他留点饭菜呗。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了，等我睁开眼睛一看，身边没有人，我第一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一打电话关机，打电话找不着人了，我就毛鸭子了。我说这可咋办呢？他所有的经常玩的地方我都去了，没有。我一合计算了，爱上哪去上哪去吧，我回家。结果我到家一看，人家搁沙发上坐着喝水呢。以前我们玩麻将的时候，他都找着了。我这回呢，我换个地方，我把电话关机，我怕他打扰我。我一看他气那样，我哄吧，我就说往后不玩了行不？给他气够呛，就是欺负他没那个时候我心脏就不太好了，连吓我也害怕，知道吗？连吓带着急。完了之后就哄我说是刚才哄我了，哄我了，跟我保证说再也不玩了。后来你保证你说话算数了吗？你没玩啊？我始终没玩。小卖店玩没？小卖店是怎么回事啊？行，有一回是俺家是整饭没有盐了之后，他说你去买袋盐去。我真去吧，到这小卖店呢，老板说正好去3缺1呀，正好来你救急吧。真的，我就到小卖店就跟他玩上了。他吧年轻的时候这个腿呀受过伤，我就合计是不是上楼梯着急，崴着摔哪儿了？你说我这不赶紧的锅我就给火给闭了，我就赶紧去上卖店找他去。我一看这家的，他去了之后搁那玩上了。他这一去可倒好，这家伙的一看我玩来劲了，跟我人说带干啥，给我损的那没办法说。后来之后达到啥程度？咋的呀？我损你咋的呀？我骂你咋的？我不应该把麻将机给我周了。后来周了一看，我说这咋整啊？这可不行啊！这不是人家老板他说的有点过了。其实不是那个麻将机走了，那麻将机那不都固定多沉呢？我能收到吗？我就是把那个麻将扬了，知道吧？他现在就是夸大其词呢，害我把麻将机收了。那你就周了吧？啊，我又扬了，怎么的？我就收了，还不承认了。完了之后卖东西呢，还耍猴呢。我一看这样，我说我赶紧央着他，我说姑奶奶，你行行好吧，你要给我个面子。别让我再这样下手，走吧，咱回家吧，把这有啥事回家解决不挺好吗？这样，好说歹说，回家了。这之后也没人敢找您打麻将了，估计。哎，大哥，麻将您是不打了，但荷花还在您微信里吗？现在也不咋联系了。儿子也不找对象了，是吧？那该找也找啊，不能不找。那天搁小卖店那天有没有那个荷花啊？啊，没有啊。没有是不是？完没有没有。来，咱说点。我咋一挑事儿你们就能杠上？这真的是，咱说点大事儿啊！就是现在您想要翻身，您主要想要从哪些方面翻身呢？从经济方面翻身。好意思方面，看着没？啥叫经济呀？钱呗。啊，钱对。还用上词儿了呢？怎么的？你也不用跟我说，听我说。好，我现在我退休之后，1个月给我多少钱？这个数，1个月500啊，1个月500够吗？偷摸的就是，这回啥呢？我不要钱了。那您要啥？我要工资卡。工资卡是不是一直都是夫人保管着？是，工资卡是在我这儿。我不是说不讲理的人，我也不是说那控制欲那么强的人。我为什么要他的工资卡？我们2个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他家里头困难，我们连个房子都没有。他那个时候吧，1个月工资200多，我呢1个月是150块钱。半个月没到头，说啥呢？哎呀，老婆，跟你商量点事儿呗。我说啥呀？啥事儿啊？说，那个没钱花了。我说什么？200多块钱你花没了半个月呀？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是想跟我过，工资卡必须得交给我。打那开始就打下这个底儿了，这不就一直交给我吗？这个工资卡交给我之后，就是过了这么多年，现在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了，是老了退休了，他1个月现在开4000多，我开2000多，你说那老了，咱不得攒点过河钱吗？有一回是啥呢？我家我这个侄儿结婚，结婚之后俺俩合计好，他说到这花多少钱呢？他说的花500块钱，我寻思这花500块钱也行呗。去了之后到那一看，我侄儿他平辈的。人家花2000，我到那我是叔叔辈的，我再拿500块钱，我觉得没有面子。完了之后，我就是说没钱咋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给我转了2000块钱，我把这事办了。当时人家给我抄了一通。我生气啥呢？他拿我当空气了。
2000块钱花出去了，我都不知道。你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你咋就知道我不能同意呢？哎呀，平时要钱都不给呢，这功夫要钱更不能给了。所以您是觉得他有尝试摆脱您对他的知情权是吗？对，这个家有我的一半，花出去这2000块钱有我的1000，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咱姐姐刚刚说了，这个家有您的一半，她的工资有您的一半，所以她4000多工资还人家2000呗，每个月。我现在给他想办法了，我让他有啊，我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你说他退休了，整天打麻将，这也不是个事儿，对吧？就给他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1个月呢还能收入2000多。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我说老李头，你天天要钱的，我说这2000多挣了，我1分都不要。哎呦，而且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结果可倒好，半个月没到头，我同学就问我了，你家老李咋不干了呢？我不干了。保安那活说是有的时候也挺消停的，但晚上得精神呢，忙忙叨叨的，时长了根本就1宿就睡不2宿睡不着，2000、2万我也不干了，我受不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啊，啥事儿都不跟我商量。我们家买车了嘛，买完车之后哈，我们家这个车成了公车了。哎呀，别提了，有车嘛，完了跟前是让我上沈阳机场接个人，助人为乐吗？我把人接回来了呢，一回家一开门，完了，钥匙把门打不开了。把锁头换了，走前也没告诉我去接站去了。那天我出门嘛，我门一关，我说坏了，钥匙没拿出来。我一打电话，我搁沈阳呢，然后我就立马找个开锁的换了。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的，这不进不去屋了吗？上儿子家住了，跟他生气我犯不上啊，到儿子住我省心呐。那我就问您一句，您还打算搬回去吗？咋说呢？他能就说原谅我，我才能可以考虑的嘛。啊，你这是要提条件对吧？对呀。啊，那提条件，把条件提出来。必须对我好点，不能一干啥就像骂儿女似的。怎么好？好点是多少钱？对，1100。我以为这么大的力气，你好歹说2000，哎呀，结果就1000。我这都咬后槽牙说的。稍等，我问一下，是在原有500的基础上加1100，还是一共要1000？哎呦，你这会算账啊！这得问清楚。一共啊，这一共1100，加600，没问题。加600是吧？交给我们了。我的意思啊，1100啊，如果真是因为男女立场不一样嘛，男的肯定更倾向于男的，女的就是折中一下。500块钱加一300块钱邮费，你看800就也行吧？你看他都说也行啊，800也行啊。阿姨，其实他现在就是需要一个台阶，让他回家。其实我看了很久你们俩，我觉得你们俩是天生一对，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然后2个人就跟活宝一样，就是非常的快乐。你很宠他的。我从您每一字每一句都能看出来您对这个叔叔的宠爱。叔叔其实我也感觉到他很依赖您。他也陪伴了您大半辈子了，他也给您提供了这么多的情绪价值，他也保证他以后就每天就乖乖的听您的话，他以后继续呵护你，你就看在这些情绪价值的份上，你就给他涨到666怎么样？666越来越少了。其实我还是向着您说话了，我考虑吧，考虑吧，就是有戏，来，陆老师加油，666，你争取到888。对，大姐，我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儿子搬出去住，您乐意吗？长大了嘛，虽然说是不是你也挺不乐意的？是。那你知道儿子为什么非要搬出去住吗？就是看我俩总是吵。除了和他吵，你管儿子是不是管得也挺紧的？我跟您说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像弹簧一样被你压着。你儿子被你压到26岁，你这个老公被你压到57岁。每一个人都被你死死的压着，我知道，年轻时候您肯定不容易，家里面啥也没有，一手一脚创造出来的，所以不压着行不行？不行，不压着这个家就起不来，所以你拼命压着。但是有一个问题，所谓的老年叛逆期其实是什么？是报复性自由。这个男人他忍到了57岁才有今天的叛逆，而且还是在他儿子的鼓励之下，是不是在你儿子鼓励之下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有可能吧，对不对？如果你再给他压下去，他这个报复性的自由可能会来得更加的猛烈。这样吧，您给他每个月买500块钱油卡，不要给他现金，500块钱油卡，让他去跑滴滴。然后呢，你看他麻将也不打了，还能赚钱贴补自己的零花钱，人还能在外面有个事儿干，你还能随时抓到他，因为那滴滴不是有定位吗？真够狠的呀，陆琪老师。他这样你挣的钱更多啊！你不觉得？这个叛逆的男人其实很厉害吗？看
看似家里面的财政大权在阿姨手里，可其实她干的桩桩件件的事儿，都在彰显着她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是那个说了算的人。第一点，打麻将，每天都去打，说打到几点就打到几点，彻夜不归也不打个电话，就您主意正着呢。第二点，跟那个荷花女士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三点，说搬出去住，马上就搬到儿子家去住了，也不跟阿姨打招呼。所以您真的是被欺压的那个可怜的男人吗？我并不觉得。为什么今天阿姨会来到现场，她会觉得难过呢？是因为第一，您离家出走了；第二，您提出了要回家的条件。所以这伤了阿姨的心了，她觉得你之前怎么折腾怎么闹，我都可以包容你，都可以忍你，但是现在你人走了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分居这件事情对一对夫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离心离德了，你们相伴大半辈子了，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别在这个时候给对方气出一身病来，那就不值当了。所以我建议1100还是1200还是800还是500，其实没那么大的所谓，对不对，阿姨？你真给他1100，他还能真跟荷花走了吗？不能吧？您掌控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您该攒的钱都已经攒下了，何不这个时候相互给个台阶，相互服个软呢？我全程听下来啊，我也觉得是两个人真是天生一对的那个感觉。其实问题都是在家长里短上，但是我就想输入两句，就有些问题上可能在我个人来说是相对不是很认同的。您想，阿姨能在小卖店里把麻将给周了，您觉得丢人吗？丢我面子。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说，给儿子介绍对象，跟同事说一声，你会觉得那个事儿丢人？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吧，你作为一个男人，甚至说作为一个父亲，是有一个事儿您说的是对的，现在是自由恋爱。虽然是自由恋爱，但是父母能帮上忙的时候尽量帮着，又没愣撮合让两个人在一块儿，就介绍一下。我觉得您这个事儿有点儿，就是哪怕您张嘴说一句，阿姨这儿可能会觉得，哎，我老爷们儿在家庭这事儿，在孩子这事儿上尽心了，甚至有那么点机会，你出去打麻将，你还睁眼闭眼了。其实日子不就是这样吗？俩人互相协调就过来了。那您就顺嘴说一声，阿姨说你去问问他们家乐不乐意，人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不乐意，这不比周桌强吗？这事儿我去了怕人家不乐意啊。但是您起码说咱当爹的，是不是？有时候为了孩子就说一句话的事儿，我是觉得在某些问题上，是不是啊？某些问题让阿姨接受不了，其实您是办的不太对，我觉得。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自知之明，自己知道那闺女确实挺优秀的。那闺女优秀的，也许我儿子确实配不上。今天我听下来，我觉得特别的窒息。当您老用叛逆去形容一个男人的时候，请问叛逆的反义词是什么？也就是意味着他过了前面的几十年顺从听话的日子。一旦这个男人不再顺从了，你就要把他像孩子一样的训。刚刚陆琪老师说你儿子因为受不了你而搬走，我还要告诉你更残酷的，你儿子因为不愿意过你们这样的日子，因此拒绝婚姻。一个有房子单独在外住的男孩子，却没有一个恋爱对象，没有一个女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唯独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婚姻让他觉得可怕。结婚干嘛呢？结婚意味着工资卡要全部上交，要被另一个女人指着鼻子骂，要被另一个女人批评。社交是错的，打牌这一种爱好是不可以的。如果有异性可以聊个天的话，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今天他只需要跟您提离婚，就可以拿走他的工资卡，一半都不用给你了。他也可以分走你们的房子，分走你们的车。可这个男人只要咬咬牙，咬着后槽牙，只争取了再多给我600块。所以如果您想要1100，我绝对支持，甚至我认为1500、2000都可以。但是该给大姐的你必须得给，不管是一起旅行，还是一起吃饭，陪她做饭，给她洗碗，还是夸她、赞美她，领着她去散步，陪她去做你不爱做但她开心的事儿，跳跳广场舞了，烫烫头了，这一类的。您自己也得表一个态，告诉她你能做什么，这才能够对等的拿回你想要的那一部分自由。那这样，二位呢可以坐那儿想一想，阿姨到底同不同意啊？就是把这个钱涨到1个月1100哈，对吧？
您就坐那儿就想这个问题就行，然后也想想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哪儿。待会儿你们出来给你们一个条件，就是要阿姨您要同意1000一您就出来，您要不同意这事儿还没想明白您就别出来，行吧？好不好？好，来我们有请第2组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唐先生36岁，来自山东，待业；陈女士36岁，来自山东，工人。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懒、不上进、自私，靠女人赚钱养家，算什么男人？他根本就看不到我为这个家的付出，看到的永远都是我的缺点，还动不动就发脾气。离婚是谁提出的？你觉得你们还有复婚的可能吗？是他提出来的，我也很无奈，只能听他的。他这么不负责任，这日子我跟他过不下去了。他要是一直不改变，这婚我不可能跟他复。2位现在是离婚的状态是吗？对。那今儿是谁想来？今天是我想来的。怎么说呢？我跟他在一起吧，挺难的。当时是一个女人嘛，带着一个9岁、一个6岁的孩子，然后工作也没有，收入也没有，然后就是属于挺艰难的生活吧。在那个时候呢，他有答应我，就是愿意承担我的生活，也愿意去带我的孩子像亲生的一样。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们交往了多久了呢？我们2个交往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认识的很久，我们14年就认识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离婚，我们俩是在工作上认识的。然后他是在知道我离婚以后，差不多离婚了3、4个月的时候，然后他才跟我联系说，我听说你离婚了，带个孩子很不容易。他有过婚姻吗？也有，结婚1年就离婚了。其实平心而论哈，你一个女人离婚带俩孩子，肯定是再找人也不大好找的，再加上人也不愿意去说对你这个孩子会当亲生的一样，我有这个担心。当时他就有跟我承诺说，我会对你的孩子好，然后也会愿意承担你这一部分。我也确实当时是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帮助我一把，然后当时我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可是在一起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发现他跟我说的做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啊。3个多月吧，然后就是我怀孕了嘛，怀孕了之后，当时就是他也不工作，他就天天在家里面除了吃啊就是玩游戏，然后睡懒觉。那你说家里面开销那么大，你天天的也不工作，那咱吃什么喝什么呀？其实那时候我一直是有工作的，只不过就是那时候确实是赚的很少嘛。就有一次我回家嘛，我就看他跟我们家那个老大老二嘛，在家喝泡面，天天的。我就寻思，那我在外边其实那时候一天也就赚个100来块钱是吧？也不多。然后我就寻思回家嘛，就赶个集，卖个衣服，好像一天也是180的是吧？在家照顾照顾他，然后起码能给他做做饭。然后那个老大老二也不用他操心嘛，因为那时候还小，上学需要接送嘛，就回来了。那你说的冠冕堂皇，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为了自己懒，不负责任找借口。很多的时候就是我连产检的钱我都拿不出来，然后医生都不。对方父母也不会说支援你们一点吗？他不去开这个口的。那产检没钱怎么办呢？不产检了吗？提前跟我朋友先借了一点，但是呢，当时去的时候吧，我朋友正好有事，他回不来。他说让我稍微等一下嘛，然后就等的过程中，我们2个就吵起来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就是你不负责任，你没把我当回事儿啊！我怀孕了，我到产检了，你才想着去借钱。我想问一个问题，先生，就是您为什么打死都不愿意回去跟父母开这个口？你看我妈本身身体不大好嘛，父亲一个人在工地上干活，他的收入也不是很高，我就感觉那时候我们2个成家立业了吧，他们能不让我们照顾就不错了。我倒是真的觉得不应该跟父母去张这个口要这个钱，你已经都这么大了，你都娶第2个老婆了，你还没有点谋生的技能和挣钱的能力的话，你娶第2个老婆干嘛呀？然后那个小摊他是不是也没摆？他小摊我跟你说吧，天冷不去，太阳大了不去，起来晚了我不去，有时候还得他不要着我。你看我那会儿怀孕都月份很大了，哎，你跟我一块儿去，我要不去他也不去。就是这事说出来哈，你们都可能不信。就是我到生孩子没有钱，我去刷的我自己的信用卡生的孩子，生完孩子回来了哈，孩子的奶粉呐、尿不湿啊，从头到尾全是我跟我朋友亲戚借。是我承认哈，咱也不能全说他不好。生完孩子3个月坐月子，他是有亲力亲为的伺候我3个月。他做了3个月的月子，你当了3个月的月嫂，是这个意思吧？啊，对，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那你说做完月子你为什么不出去干活呀？你知道吗？我们窘迫到什么程度？就孩子交学费呀、交饭钱呐、家里面交保险这些钱都拿不出来，都要我靠我去舔着脸去跟我那些朋友借。到后来我朋友看见我一
跟他发信息都，你别跟我说了，因为你借的钱你还没还，你又去借人，肯定不愿意的。我就没办法，我就逼他出去干活嘛。然后你看哈，我们家邻居不是有干那个押运员的哈，1个月6000来块钱，男孩子嘛，开个车跟个车不挺好哈？我就想方设法，就是从我娘家要了1000块钱，给他报了个学班，然后就考了那个押运员证。那咱去干活不挺好？他跟别人不一样，我跟你说，他就养成那个懒惰成性的毛病了。他不去，他干嘛？他跟人家老板打电话，哎，老板，你这个活我能放假吗？我1个月能回家几天呢？我可以休息几天呢？他先跟人谈条件，好不容易这个老板还好说话，说你家孩子多，我也体谅你，1个月可以回家2、3天。人家干活好，哎，出门之前钱没等赚呢，你先给我买上工作鞋、工作衣服，然后给我买上吃的喝的，还得抽着烟，还没1分钱没赚，2000块钱花出去了。1个月回来了之后，拿了500块钱回来，我还倒贴1500，那你说你还不如不出去干呢。然后我就说你别干了，我干。当时他的四叔是在工地上干那种包工头的嘛，工地上工资1天150现钱。到了工地我就后悔了，人家工地都是老爷们干的，扛水泥扛砖头的活，那水泥我真的扛不动，他让我从1楼扛到17楼，100斤一袋子，我才95斤呀，委屈的不行的。然后我就那个难受嘛，回家我就跟他吵，然后我跟他吵的时候哈，他还振振有词的。我也没让你去，我逼你去了吗？你不自己去的吗？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心灰意冷，我就不想跟他过了，我就把孩子扔给我婆婆，我就出去找活，就找了现在这个工作。我这个工作当时是找的时候工资不高，3000块钱1个月，然后我又属于那种就是我要干我就干好，要么咱就不干。当时是去了1个月，我就提了小组长，工资翻了1倍。啊，厉害！工资翻了1倍之后吧，我就寻思，那我工资翻了1倍，他再把他那个押运捡起来干点儿，那我俩1个月咱有1万出来块钱是吧？那个还债，然后生活费就够了。他就在家里面心安理得，就是每次他出去干活，我得跟他干一仗，干了3天2天回来了，拿回1800块钱，哎，花没了，你再跟他打一仗，他再出去干活。他就是这种，就是你不逼我，我就不出去，顺理成章躺着玩游戏。打游戏花钱吗？就因为这个事儿，是我跟他离婚的最大的导火索了。到后来我不是嫌他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吗？我说那你就跟我上厂里吧。他也去了，挺听话的。去了之后，他干了4个月不到，自己偷摸辞职了。你说偷摸辞职，你不干活，你在家你给我安安分分的，你别给我找事儿啊！我在这上班拼命的赚着钱呢，他在家里面玩游戏、打赏主播，背着我还把我买的车卖，就我俩那个买了车之后，才刚还完车贷呀，他就把车给我卖了。你俩那么困难还买车了呀？其实这个事我还没跟你说，买这个车的时候他答应我，哎，你给我摆上车，我保证好好工作，1个月还2600块钱车贷，车给他买了，他也不干活，车贷也不还。那谁还车贷？我呗。那为什么后来你又出尔反尔呢？没有出尔反尔，那时候就是我们刚买车的那会儿吧。对，他是没出尔反尔，反正他永远都是干3、4个月不干嘛。你就跟人老师说你为什么去打赏人主播吧？你为什么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你还去给人充钱？那个时候确实是我确实是没有钱，就我手里哪有钱给打赏主播呀？其实那个主播吧是我朋友，是我现实当中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对，那我也有男生。当时嘛是3000块钱，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他刚开始直播。他需要做人气，然后需要有个噱头，但是呢，他自己的号又不行，直接找着我了，因为我们现实中就聊得挺好嘛。他说我把钱给你，你充上之后，我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需要刷什么东西，我跟你说，你给我刷出来。但是他欠了多少钱？他欠了4、5万呢。我们家那个车他卖的时候卖了4万几来着，4万2，车卖了4万2，我1分钱没看到。你跟我说就3000块钱，你们信吗？他里里外外，我跟你说，又是开会员呐，又是充这个，又是充那个的，记录全有，每一笔都有。主要花在哪儿？游戏。然后他就不承认，就到这个时候，我就就是下定决心，我就是不跟你过了，没法过了。我一旦发现我不想跟他过了，我就能发现他所有的毛病，我就发现他对我孩子也没那么好了。就是我们家有个监控，因为平时我上夜班不在家，家里就小孩在家不安全，然后我就看那监控里面就听那孩子哭哭啼啼的，我就寻思咋着，我就回家下班回家，我一进门我姑娘趴我怀里哇哇哭，我说你咋了？我爸教育我了。我说你爸为什么教育你啊？我爸冤枉我，他说我欺负我弟弟。当时那个事儿确实是我做错了，因为当时听见老三在那哭，然后我就过去我问老三，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哭呢？他说姐姐打我，姐姐欺负我。我当时一听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教育我们家老大嘛。我教育完之后呢，那个我们家老二也说那个姐姐没欺负弟弟，是弟弟在欺负姐姐。你就是没把他当亲生，但凡亲生的，你得先问完了你再去教育，对吧？这么讨厌，您还来干嘛？怎么说呢？他也不是说没有好，就是说将心比心，一点都没有。他有做过什么好事儿？来，您说说。有，这个将心比心，咱也不能说
昧着良心说话。我跟他这么多年，他没有让我做过一顿饭。我只要进家门，他会给我把饭做到手上，会有热饭端到我手上。可是如果你饿死了，谁去帮他赚钱呢？其实赚钱这方面，其实我想的挺开的。他既然赚不到，那就我来赚。他谁能赚谁出力。想得这么开，为啥要离婚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在想给他一次机会，你知道吗？我就是想通过离婚刺激他，你好好的工作。那个时候要离婚嘛，其实我做的那些我就是故意的。你不是说我懒吗？不是天天我在家不什么事儿也不干，就在玩游戏吗？那我就在家里天天玩游戏。然后他还会当我儿子春节挂敲碎了拿钱去买烟，然后我儿子就跟我离婚了以后会有什么抚养费之类的啊？就这个我就必须有必要说一下啊。我俩离婚的时候，他是说什么抚养费归他，3个孩子他一个都没给我。你看从7月份到现在这离婚，天天跟我要钱。叔叔阿姨是过来人了，您们怎么看他们2位啊？一个男人嘛，干啥就是说我挣钱，哪怕今天我挣了1分钱，我也长久的去坚持下去。你不能说出外挣钱去，就是说我挣一天算一天，不能那么好的。只要1个月坚持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么对比下来，您家老李是不是还挺好的？要1100不过分哈。就不搭理你。阿姨今天恨上我了。来，文杰老师，我觉得就是跟所有女孩说一句话吧，其实。爱情它不是解决人生困境的解药，就是你的付出要给值得的人。就是一个爱你的人，他会把你宠成孩子，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爱你，他能把你熬成疯子的。就包括对男生也说一个话，就是如果当你没有能力、没有责任去对你的另一半进行帮助的时候，请你不要说什么爱不爱的，这个东西很虚无。当然，帮助它并不等于爱，但是爱里面一定要包括帮助。所以我也希望说您以后能够，如果你们2个还想往下过的话，你要给出你身体力行的帮助给到他，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一段关系，至少它是一个对等的前提。我目前觉得你们这个付出和你们这个收获的，它是成反比的。你信不信啊？你小儿子以后性格跟他一模一样，下一个受苦的就是你儿媳妇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把一种东西传承下去。这种东西叫无赖，无赖就是不断的去利用别人身上美好的品德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他心里面只有自己，只有完完全全的自我。你所有的那些美好的品德在他身上像是什么？像是苍蝇看到了一块糖，你就是那块糖，苍蝇盯上你了，他不仅盯上你，还要在你身上生一堆的崽。苦难永远是留给那些愿意吃苦的人，你就是那个愿意吃苦的人。我相信你的前夫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遇到不负责任的人？因为你把所有的责任都负完了，所以到最后你不仅害了自己，同样也害了你的孩子。你那样亲生骨肉未来会恨你的，为什么？因为在我妈妈和我的继父离异的时候，居然把我扔给了继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你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吗？还是你已经被一个无赖给完完全全的洗脑了，你也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吗？所以想一想，今天如果你真的负责任，带上你的2个孩子，赶紧走吧。我就特别想问一句话，你要这个男人干嘛使？就我们家老大和老二，一个15，一个11了嘛。他们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你再离婚了。爸爸，我们也很喜欢他跟我的孩子相处的超级好。你在刚刚离婚半年就跟一个男人再次结婚，你有考虑过你女儿怎么想这事儿吗？突然一个陌生的男人就出现在9岁的女孩面前了，马上要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女孩，我能感同身受你女儿的那种的感觉。就是你让他强迫去接受一个陌生的男人，现在又强迫他们去接受这个男人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孩子来说，他当然不喜欢改变，因为再次分开他们会害怕，再次回到9岁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的男人又出现在面前了。所以孩子是真的离不开他吗？你搬出孩子这个借口，我就觉得很可笑。就是你永远在一意孤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这婚到底负不负，关系到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选了咱就别抱怨，要么你别选。这个打他们俩一上来啊，我觉得呀，这个男嘉宾从外形上、跟状态、跟感觉上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就给人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不粘生不粘女儿，平时老老实实、非常本分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通过深入的了解之后，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包括每一件事儿，女方提出来之后，他马上就能解释。其实他的逻辑非常清晰，他就是我当时那阶段定义啊，就是思想上的巨人，行为上的矬子，就不出去干活嘛，对不对？不挣钱我就在家赖着。但是其实再往后听到下一阶段，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无赖。我不说了。带着2个孩子嫁给他的时候，应该图的是他对2个孩子好，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对吧？但是你却要求他除了在家能够拉磨，还能出去当赛马。你以为的要求不高，但是家务和带孩子确实是一个琐碎且繁重的、永远看不到头的工作。它可以消磨掉一个人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气神。当一个男人又要做家务，又要管3个孩子，还要管孩子的学习，还把孩子的学习抓上去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要求这一个男人出去工作，挣回来钱，挣得跟我工资一样多。凭什么？蜡烛不能2头烧啊，姑娘！你让蜡烛2头烧，你永远都会觉得我的快乐怎么那么短，就那么短的，它烧完了。这个男人看中的，假如就是他能够把家大后方料理好，就是能够把几个孩子带好，那么我想过我想要的美好人生，我自己努力不行吗？我自己再逼自己一下不行吗？既然我真的不爱做家务，既然我真的管不了孩子的学习，我就管自己的成长不行吗？最多就是对他要求的大项开支不同意嘛，咬紧牙根不买车，不就这件事儿吗？再说回来了，男人说我买车的时候，你自己脑子里头虚荣的那根弦没有被拨动吗？没有想他接送我有一辆车也挺好，没有想过吗？真的都是来自于男人有一个驰骋江湖的梦吗？你的苦日子是你自找的，你遇到这个男人之后，你的苦日子原本可以过上至少60分，但是因为不知足，因为觉得我还可以过得更好，逼迫他的时候也逼迫了一下自己。假如当年跟他结婚的时候稍微存一点钱再结婚，假如结婚之后不那么着急要孩子，存一点钱再要孩子，你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你们缺的其实叫做未来的规划，2个人都是异想天开，想哪出干哪出。你其实比他还莽撞，你的丈夫在后头没有少收拾残局。到今天你不离开这个家，因为你自己很清楚，你走了，孩子你一个都带不走，因为你没时间管。这个男人所出的时间和所出的这一些心力被你无情的磨灭，你对得起你的孩子们吗？婚如果想富就富吧，这个男人承担起家里头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稳住后方就够了。不要要求一头驴子边拉磨边跑到赛场上去跟赛马拼，不公平。老师的意见给完了，你们2个人好好坐那儿想一想，听别人的故事后想想自己到底怎么办，好不好？好，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第3组嘉宾。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张先生25岁，来自黑龙江，个体；刘女士32岁，来自辽宁，主播。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想和他结婚，我觉得他就是我一生中想要照顾的那个人，可是他总是拒绝我。我和他相差了7岁，我觉得他太幼稚了，跟他结婚，将来我一定会很累。我幼稚，明明生活中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他、包容他，我不明白他有什么不满意的。他提结婚就是一时冲动，他幼稚，我不能陪着他一起幼稚。No， 啊，今天是弟弟来跟姐姐求婚的是吗？一个很想求，一个很想拒绝的样子。姐姐一点都不愿意呀。来讲讲你俩的故事吧。我俩是在直播间认识的。23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刷直播团购，他正在直播卖那个洗浴的门票。当时我感觉他说话声音挺好听的，说话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想认识他。经过3、4天，我在直播间跟他互动啥的，包括我也买了几张团购，
然后他告诉我他个人账号的昵称。刚开始他骗我，他说他是95年的，我说我是92年的。我觉得那2个人要是说差3岁的话，相处也行。结果呢，处了1个多月之后，有一次他朋友来找他吃饭，然后我看他那个朋友长得就是挺小的，就一看脸一脸稚气。我说你多大呀？他说他是99年的。我说你俩是不是同学呀？他说对，小学同学，关系一直挺好。我说那他是不是也99年的？他说对呀，99的呀。然后我这才知道他其实比我小7岁，然后当时挺生气呀，但是毕竟处了1个多月，也有一些感情了嘛。后来我跟我家里也说，我家里说那既然有感情，你俩相处的还不错的话，那就再相处吧。但是时间长了，我就发现他这个人不好的习惯也太多了。他愿意买彩票，天天就是买彩票研究呀。你都不知道他上学都没那么认真，家里那个本儿就拿出那么厚一个本儿，写好几本了，一排一排写，那个列那个数字可清晰了。天天一到8、9点钟，老紧张了，啥事不干啊，拿着手机一边算一边打，然后一天的彩票买好几十的。我有这个图片。来，今天又买多少钱的呀？500万中了吗？啥时候去兑奖去啊？今天作业题做完了？张先生，每日固定的彩票工作开工。就天天饭没吃完就急坏了，就得赶紧研究彩票，一把一把。不也有中的时候吗？就是我再加上中奖的话，就是平均每月就是基本上就相当于没花钱。你听他说中吧，天天花都花不少。你在本子上写啥呢？算啥呢？概率。对，我天哪，这能让你算出来，那这彩票还卖啥呀？这是为福利事业做贡献。我刚去那个福利院，刚去参观过，那全是靠他们建大楼，一幢一幢的，建。他是每天都买，每天一天不带间断的。那他1个月的这个买彩票用的总数1500，那你1月收入是多少？1月收入7000左右。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住在我那儿。我有房子，他不住，就是要住那个带电梯的。然后我说，就是咱俩在一起之后，就是我尽量努力，然后我把这个钱还完，就贷款买的嘛。我把这个房子钱还完之后，我寻思我给首付再给他买一个。他光是这么说呀，他父母拿首付给他买个房子，就是为了他在那个哈尔滨上班方便，他贷款都还不上，然后父母给还的。然后还说呢，慢慢攒钱，努力，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正好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换一个新的。他那个小区老破了，就是破到啥样，就是一进去那楼梯里面都没有灯，然后。我家楼下有那个兼职工作，天天晚上那驿站跳快件儿，1个小时说给15块钱。我说你就别买彩票了，你反正天天晚上睡得那么晚，咱既然想为这个以后的生活努力的话，咱挣点现钱呗。不干，耽误时间，又看不上这活。我一天上班，再加上回来做饭，我哪有功夫啊？然后他还有外债。我这个小店吧，就创业没多长时间，我俩没认之前我就负债2万多。所以你每个月的收入7000，其实也是一个自己说的，对吧？是自个儿的。是现在收入7000。那么你平时用过他的钱吗？他在你那儿住，比如给你点房租，给你点贴补。现在住了半年了，跟他要过1回房租，之后就没再给过。平时他总会出点水电煤物业费吧？没有。那不就是吃你的、喝你的吗？就生怕房东赶我走。那他在你身上投入过多少吗？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就是升温一下感情嘛，我俩，然后我领他去旅游去了，旅游全程都是你出钱。对，再加上我给他换个手机，也是刷的信用卡嘛，我又额外负债了4万多，就是现在一共6万多了。就我俩出去旅游，其实咋说呢？那是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其实没有我，他正常他也打算那个时间段出去旅游，刚好认识我了。那你说一起出去旅游，咱也不是说1分钱也没花，他就会觉得这个所有的钱好像都是花在我身上，就包括给我换个手机，是给我换个手机，但是他把我之前的手机也拿去卖了呀。过节啥的那。金项链、金戒指没买吗？那我不也给你买了吗？我也不是说1毛不拔。这些事儿就不纠结，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一个基本情况啊。反正总体就是他没收入，因为6万多块钱的信用卡账，他上次都还不上了，然后跟我说的，让我给他转4000倒一下的，然后这我才知道他有外债，要不我还不知道呢。那撇开这些物质上的，你来说一说你精神上的不满呗。就是我不是做带货主播的嘛，然后我就是正常跟同事之间肯定得有一些沟通啊，包括我下班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复盘。他这个人特别小心眼儿，然后就愿意查手机。然后就拿你那个手机一条一条语音那么听啊，就是给你翻那个记录都翻到前年去了。那你说之前说的话正常吗？
你今天几点到啊？然后下班了吗？工作完提前下班一起吃个饭啥？我认为这些就是完全可以打字说吧，就发语音我感觉就是另一个意思了。啊，你在意的点是你觉得发文字和发语音是2种不同的情感状态，是吗？对。我跟我同事之间是正常聊天，说工作的事儿，他倒好了，还跟他前女友联系。就是之前我把他那个前任已经拉黑了，我说既然咱俩已经选择了新的感情了，之前的咱就过去了，就不要再联系了，是不是？结果他倒好了啊，就那种短视频号去跟人家聊上天了，然后夸夸一篇一篇的，一聊都打好几篇的字儿。那就一来找我修手机，然后我把这个账号我发现了，我又给拉黑了，又申请个小号，又整个小号跟人又联系上了。你为什么非得跟他联系不可呢？不是，是那啥，第2回是修完手机了，他说请我吃个饭。现在还联系吗？现在不联系了。现在能联系吗？我给他的各种软件全给那个注销了，然后这下行了啊，不联系了。现在改出去喝酒了，爱好又增加了，然后天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喝酒，一喝都喝到后半夜。就是我本来就是做这个服务行业的嘛，维修过程中难免跟顾客就是拌几句嘴了。我寻思这种不好的心情嘛，我也没回家说带给他。我找的我最好朋友，就是一起喝酒。我俩在喝酒这过程中嘛，就没太注意这个时间，回家就生气了。所以女孩为啥没分手，至今还要跟他在一起？你爱他啥？就是他有的时候吧，对我也挺体贴、挺温柔的，尤其是做饭上。你们到底是跟做饭有多大的仇啊？你们那么不爱做饭，叫外卖行吗？看了吗？现在翻回来了，想要抓住女人的心，先抓住女人的胃。我就是这么想。啊，那反正您2位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一个要求婚，一个不接受，是吗？对，我觉得时间太短了。你说刚相处半年，我说他的这些问题他都不改，到底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就是你说能组建家庭的一个基础条件，你得对人提出具体要求啊。就比如说咱脚踏实地的，这个彩票就先不要买了。一不买彩票，对，不要买彩票了，然后把他自己那个计划啥的自己都给还上。第2，还清外债。然后呢，挣钱争取能换一个房子。第3，换房子确实是我就实在不想去住。好，那好，下一个要给个期限，给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考验期？我觉得怎么也还得个1年左右吧。行，反正甭管最后他1年之后怎么决定，现在他提出来了这3点，然后加上1年的时间，你自己考虑。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其实我作为女生的立场来说，因为我也有过被催婚的经历，我认为催婚的本质就是一场精神虐待。因为本身我还很年轻，我对于未来的人生路我自己都很迷茫。如果另外一个人来催我结婚的话，他催我要赶紧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会加剧我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感。另外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你就是值得被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我是最爱你的人，因为只有你自己才是最爱自己的人。那对于男生的这个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恋爱脑是人间少有的珍品，希望每一个恋爱脑都能找到另一个恋爱脑的精神伴侣，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在原生家庭里面，因为以前都是我是被照顾的，然后呢，我独立了之后没人照顾我怎么办？赶紧去找下一个能照顾我的人，然后你就找到了他。所以你在未来生活中，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好像是能够给你们一些包容的。对于姑娘来说，我跟你讲，有一个错误叫又慕强又怜弱。就你一边找个小弟弟，你觉得哇这个小弟弟这个很可怜，或者我要照顾他，一边又觉得你为什么不像那个大哥哥一样可以照顾我呢？所以又慕强又怜弱，这是不对的。一个人身上不可能同时具有强和弱2种属性。所以我跟你讲，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永远都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我要一个强的，我的生活我需要他来照顾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和弱的玩。能理解这个事儿吧？然后你现在所有的想法其实是正确的，就是1年时间给的很对，咬紧牙关，牢守这1年的期限，1年之后看看他的存折里面有多少钱，说明这个人成熟了有多少。你看啊，我们中国广电那个广告是怎么说的？192就要爱，但是就要爱，咱得有爱的能力，对不对？你看，我们中国广电有全新的号段，有全新的体验，这就是我们爱的能力呀。我就说你要有爱的能力，你要明白自己的能力在哪。其实更多的是想跟女生说的，
我觉得你但凡是提出条件的，让对方去改变，你就没有爱上这个男人。你所有对他提出的要求，以及对他在台上表现出来这些语气，我觉得是带有嫌弃的，就是你压根儿没有想要嫁这个人。如果咱没有想要嫁的这个心，我觉得就清楚说明白，你吊着他，你反而更得不到你想要他带给你的那种感觉。你以为你让他抱个热火罐，抱个1年半载的，他能对你更好？不可能的。所以，你想清楚了，姑娘，就是他不是你选择的那个目标和嫁的那个人，咱们就干脆说明白了。1年什么2年，那都是借口。你就特别像那个有些不负责任的男人说：“哎，你给我1年的时间，我挣够钱；你给我2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不到结婚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要跟你说明白，就但凡带条件的让对方去改变，就是不爱对方。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换成电梯房，还是这老房子，他确实没这个能力，1年以后不买彩票了，负债还完了，你会租房子跟他结婚吗？这个到时候我现在也没想好啊，没事儿，到时候有这句话就行了。所以，就像莎娜老师刚才说的似的，就说清楚。我原来觉得啊，好多人都说这个感情是不界定于非得说这个年龄拉的有多大呀，说这个就得不到幸福，不是。其实年龄不是问题，但是在你俩现在这个问题上，年龄还真是个问题。他男方相对单纯一些，有点甚至说有点幼稚，哎，恋爱脑。对，刚才这个很好。人女方这边呢又特别理智。所以你们俩现在根本就不处在一个对等的一个沟通状态下。刚才说这个半年、1年，其实时间真的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你想要什么。人家现在就明摆着，你别管人家是不是恋爱脑，人家明摆着我就想娶你。但是你这边呢，就说半年以后你把这几个毛病都改了，你看，就刚才说负债是在我这儿也是负债，确实婚前解决是没有毛病的，但是房子，那可是你想。人家家就是没这条件，我就是换不了电梯房，你跟不跟我结吧？负债我也解决了，彩票是我一爱好，我不多买，我跟你商量，我一天买好几十枚，1天我就买10块钱的5注，正好1张，那行不行？我一小爱好，他1个月7000，1天10块钱，这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浪费啊，但是你自己不有本自己算吗？我就控制这个，我一小爱好，其实这个可能也不叫事儿，就唯独这房子，其实说来说去全是你在要求，他在努力去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你们俩对话就不对等，所以我觉得你想好了，到底要不要跟他继续走下去？好，我说完了。其实女孩就是想再谈一下恋爱是可以的，但是结婚万万不行。谈恋爱的话，2个人也没有说矛盾有那么样的激烈。对吧？也不会觉得我要跟你在一起过是被冒犯，但是一旦说了要跟你结婚，你有一种感觉，不是抗拒，而是我被冒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也会像我们一样隐约的担忧，你就像他的买的那些彩票，爱嘛，真爱，真喜欢，琢磨的时候挺有劲儿的，而且代表一切的可能性。万一实现了，他就可以过上挺好的生活。你怕这个？有的时候我看着这2位苦的女士，我都在想，你们的人生都是自找的，自己选择的。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倒回头去想，我妈小的时候老唠叨我，你如果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将来有哪个男人要你？我那个时候理直气壮告诉她，我就不要男人，对吧？那个时候那个确定。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妈教育的对。因为我会洗衣服会做饭，所以我不会因为别人给我做了一顿饭特别好吃，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以身相许了。连做饭这种最基本的照顾自己的事儿都做不好的话，你想成一个家，你也是这个家的累赘。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别人懒的时候，你不懒啊；当我们说别人贪的时候，你不贪啊。你明明没有那么爱，你不还是在贪人家最后给你做的这点饭，这些温存和一个男孩子告诉你我有多爱你的时候的那一瞬间的真诚吗？你如果不贪，你怎么会说他妈妈那一套老破小必须得卖掉给你们换电梯房？那套房说1000到1万，老人的名字写的，老人还的贷款，你们就没权利硬逼老人换房子？这一切摆在你们眼前的。
假如他不是那个人，放了他，否则的话，你将会害了你姑娘。看看他。那接下来我们3组嘉宾都是回到门后面，考虑一下你们的结果。我觉得叔叔阿姨会出来哎，叔叔阿姨，你觉得有可能涨到1100哈？他们俩就是缺一个台阶，互相。对，啊对，关键是这叔叔现在还没搬回去住呢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揭晓答案，请开门。哎，有戏有戏。哎，来了吗？1100，太好了！来，翻身成功了，哎，是吗？1100，是哦，同意了。哎，1100给了，可得回家啊。那您回家吗？必须得回家。要回去陪老婆玩，不要老到外头玩。不能吧？不能了。对，这就特别好。来吧，进入你们浪漫的30秒吧。哇哦！这抱的咋这么生？对呀，贴嘛，抱嘛，2个人面对面嘛，就是。祝你们幸福啊，叔叔阿姨，谢谢老师。最后再说一句，2位别白来，孩子不是没对象的吗？先让孩子换个手机号，192就要爱。好，特别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揭晓第2组这个嘉宾的答案了。他们2个人，哎呀，是要复婚不复婚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俩也会出来。别出来，别出来了。米娜姐是希望他们复婚的。对他俩复了吧，反正散了以后，这个我觉得还得别人是吧？有说的，但是我也不太别出来。复了吧，孩子还要好好学习呢，还需要这爹辅导作业呢。行。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啊！在揭晓结果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热线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吧，我们开门看结果。哎，我们有人吗？特别好呀，女生还是决定要走。她其实是因为另外一对看到了年轻时候因为不会选择，没有去拒绝，所以才有了现在自己这个结果，所以她就幡然醒悟。那你们判断第3组会出来吗？男的肯定会出来，我觉得会出，要么就可能1个人出来。来，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请开门。没有哎，挺好的。这2组女生其实到最后都是想明白了，对呀，就是明白了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挺好，她其实用这种方式就告诉了男生，我就是不想嫁给你，你也不用等1年了。意见，我觉得对你也不用等1年了，对吧？这样挺好的，挺诚实的，又真诚，对吧？真诚的面对对方，也真诚的面对自己。希望咱们都能真诚的面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